Hello，大家好，我是 Helen，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幅水彩插画，画上是一头牦牛，背上背了一些行李。首先呢，就是第一步来打这个草稿。这次这个草稿呢，我尽可能的多画了一些细节，包括明暗。一些标注，主要是为了展示给大家看。因为最近呢，有人问我说，画一幅画的时候，先打的这个草稿，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是需要很多的技巧和专业性？其实呢，我的答案就是，因为我这一幅并不是一幅素描，那我这个草稿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之后上色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指示和提示。所以的话呢，我认为，在打草稿上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比例和大小、位置的关系。一般我先做到的是，先找出来我要画的这个事物，在这个纸张上面的上线、下线、中心点。之后呢，再确定一个大体形状，它各个部分的大体形状具体所在的位置。因为这幅图呢，我选的细节非常的多，那在我的纸张大小有限的情况之下呢，我选择画完草稿以后，先用勾线笔把一些细节给它勾画出来。这样的话呢，有一些特别细小的细节，我就不用之后再用水彩的这个笔刷去给它表现出来了。当然之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会被一些带有颜色的水彩颜料给覆盖住，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之后上色来用的。好，那现在线稿已经打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上色。上色的话呢，主要是由浅到深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这头牦牛，那它浅的地方呢，肯定就是阳光照射最强烈的地方，比如说它的高光部分。还有呢，浅色就是它的毛发。它的毛发呢，你可以看到有深有浅，尤其是它的头部，有一些地方呢是发白的颜色，有一些地方呢是浅黄色，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深棕色。那这些地方的话呢，我都会是由浅到深的来给它上色的。那它背上的行李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左边的这个箱子，这个箱子呢靠上边的这一部分肯定是太阳光照射的地方比较多的，然后下边的话呢应该是红色更深一些的，然后包括它上面的一些纹路，那肯定就是纹路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肯定就是有一些阴影存在的。那我们就是这里边就需要很多的耐心作为第一层的上色。这里呢，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就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毛发呀，然后包括比如说他背的这个行李有一块是好像是毛毡子一样的这样的行李哈，然后呢，它的材质就是说这种毛发的材质跟它背上背的那个箱子红色的箱子这种塑料的这种材质比的话，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用水彩来上色的时候一时看不到效果，就会很着急，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把这个不同的材质给表现出来。其实呢，这个你不用很着急，因为毛发也好，还有这种毡子的这种织物也好，它在你慢慢的加深一些细节，就是加多一些细节，并且加深它的颜色的对比度的时候，效果就会显现出来。最开始的一层呢，实际上就是不会说有很大的效果，所以你需要很多的耐心来慢慢的完善你的这幅画作。好，在粗略上色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开始要精化一些细节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确保的是你的底色要完全干透，不要有一些湿润的地方。然后另外的话呢，你在画细节的这一步上面，你的笔刷要尽可能的稍微干一些，蘸的颜料要尽可能的浓一些，这样呢才能够，比如说有一些覆盖底下颜色的效果。另外呢，能够使你的笔刷，没有那么多的水分，你的笔刷才能够有一个非常细的这样一个笔触出来。
有一些非常细的细节，你才可以用这个软的这个笔刷来画出来。那像我这幅画的话呢，我希望画的细节可能就是它这个牦牛身上毛发的一些就是不同颜色区域之间的分界线。那这个分界线呢，基本上来讲，因为它是毛发嘛，所以呢它会有一缕一缕的这个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毛发肯定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在这些颜色的分界线上也不要用直接的一个很平滑的一条线条来做这样的一个细节，应该更多的是一些很短很小的这样参差不齐的笔触，然后来表现出这头牦牛它身上的这个毛发非常的蓬松，然后毛发也很茂密这样一个效果。我觉得在画细节的这一步上面，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你的这幅画的明暗用颜色更大的对比来表现出来。这是我觉得是这一步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你比如说我的这一幅画，那这只牛它的脸的下半部分和它的4个蹄子肯定都是阴影的部分，颜色应该会比较深一些，所以我在画的时候呢，就会更多的注意到一些光线的来源，包括一些阴影的位置，然后包括颜色上这个阴影的强度，比如说像它这个四肢跟它的身躯这个毛发相交接的地方是阴影最重的地方，那有一些没有被很多东西重叠的地方，那阴影就会比较轻一些。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根据个人的经验来慢慢来提高这个水平的。最后一步呢，就是给你的画做高光的处理。那我喜欢用这个防水的白色墨水笔来做最后这一步。那看到最后的结果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好啦，这就是这一次视频的整个内容，希望你能够喜欢。如果你喜欢看到更多的我的作画的视频，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亮小铃铛。咱们下次再见，拜拜。